你说莹莹和大福啊，我当然记得。那年我是带着莹莹他们班，大福呢是我们年级实验班的。这两个孩子家里穷，比别的孩子啊晚上2年学，是班里最大的。这两个孩子呀，成绩都非常好，高考分呢是我们年级最高的。还记得他们俩上什么学校？大福应该是去了省立大学，莹莹呢比较可惜，她的高考分数不比她弟弟差，本来她应该上省医大的，她报考的第1志愿也是省医大，可是很遗憾呀，最后她选择了省城的一所大专。能上医大，为什么上大专呢？哎，这不家里条件不好，供不起嘛，只能牺牲莹莹了。那年他是那所大专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，学校像捡了块宝，高兴坏了，给他免了全部的学费，还给了他高额的奖学金。走，咱留下。好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可惜了，谁说不是呢？当时我还专门找他谈过。上大学了也不能放松啊！谢谢郭老师。郭老师再见。好，去吧。郭老师，刘莹莹，你想好了，真的要改志愿吗？明明可以上医科大。为什么选择去大专呢？从医科大出来，你可以选择考研，也可以选择直接到医院，经过几年实习就可以做医生了，这不好吗？我想好了，我要上大专。咱们班就你一个人考上医科大，你不能就这么放弃啊！郭老师，
我们家一家考上2个大学生，我爸他负担不起。那你爸也不能因此就牺牲你啊！再说了，有困难的话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。我也想过，但是上医科大就要5年的时间，毕了业以后想要留在省城的医院还要考研究生，算下来要7、8年。我要是上大专的话，3年就毕业了，就可以赚钱了。你爸的目光也太短浅了，就是为了让你早点赚钱，就把你的大好前途给放弃了。刘莹莹啊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这么做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要不然，老师，我想好了，我就上大专，不改了。我不忍心放弃他，曾经想找他父亲谈谈，可去了2趟，他们家不给我开门，只能算了。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汽车站。莹莹姐，哎，顾老师，刘莹莹，顾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送我侄子，这不该报道了吗？你这也是去报道啊？顾老师，谢谢您这3年对我的栽培。哎呦，情绪不错嘛。你爸逼你改志愿的时候，哭那场忘了？我也想明白了，光哭也没有用啊。上大专也挺好的，等毕业了可以升本考研，只要自己努力就行。离开这儿了，我爸也管不了我了。你这孩子啊，也太不容易了。去金川的记住自己的话，要努力。去金川的车检票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，去吧。那我走了，莹莹姐。一路平安。回去吧。刘莹莹当然记得呀，她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呢。怎么个风云啊？她当时的高考分数啊，在我们学校至今没有被人打破。这么厉害的？一本的成绩来到我们专科学校，就是这么厉害。她不但学习好，有上进心，人也漂亮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连任了3届的学生会主席。确实厉害哈！3、2、1，加油！后来她谈了个男朋友，学习一般吧，但人家在省城，父母都是干部。他家给刘莹莹在省公立医院联系好了工作，就等着他俩一毕业呀，就都留在省城了。听上去挺般配的，为啥分手了呢？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好像是临毕业那学期刚开学没几天，
就听到了他们分手的消息。其实吧，当时在同学里面是有一些关于刘莹莹的流言蜚语的，有说她不自爱的，也有说她脚踩两只船的，反正说什么的都有。说实在的，就是不靠那个男孩，刘莹莹还是能够留在省城的，因为她的学习一直是我们全校第一的。只是那些流言蜚语对她的影响还是挺大的，她整个人根本就不在状态。刘莹莹一毕业就回到了库鲁，我对她的决定至今都无法理解。不理解，关键时刻老师没帮忙啊。我也找他谈过，但是他说，他弟弟留在了外地工作，他的家里也需要人照顾。不过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基层需要医护人员也是现实。您的咖啡。欢迎光临，先生几位？姜潮吧，库鲁陈江河。哦，陈警官您好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您请坐。哎呀，我的警官证。陈警官，你喝点什么？都行。那我就按我的口味点了。可以啊。服务员，2杯美式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能加点奶吗？啊，好1份加奶。好。奶的那份里面加点糖。嗯。听您电话里说是有事儿问我。啊，有事儿。也就是想打听一下，你当年上大学时候的情况。刘莹莹跟你是同学啊？是一个学校的，但不是同一届。谈过恋爱？对，谈过。还有联系吗？自从他回了库鲁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他也没跟你联系过？年前跟我联系过一次，说要约我见面。当时我也挺意外的，真的是很多年没有联系了。我女朋友正好也在，我们3个人就见了一面。为啥带着现女友去见前女友？咋想的？不想惹麻烦呗。不想惹麻烦。刘莹莹给你惹麻烦了吗？也不算麻烦，就让我帮她挂个号。啥号？医院的专家号。她当时带着一个小女孩，说要给孩子看病。你也知道，医院的专家号太难挂了，黄牛号又太贵。她知道我有一些医疗方面的资源，就找到我这儿来了。当时我看她可怜，我就想给她些钱。我刚把钱掏出来，她突然就跑了。我女朋友还说呢，说这女的怎么看起来有点神经。这些年她真的变化太大，我都奇怪，当年我怎么会喜欢过她。当年你们俩要是真的走到一起，莹莹她情绪怎么样？莹莹姐已经连续加了2、3天的班了。莹莹啊，孩子的后事没办完，你先别上班了。工作起来还好些。那好吧，小梁，有事情照应着点。好。莹莹啊，别硬挺着，想哭就哭出来。护士长，我没事儿，谢谢啊。
他的孩子至今还躺在太平间，他就一直在上班。他说这样心情会好一点，我觉得倒是也可信。从案发当晚，他一直在坐班，下午6点多，王良来了。王站长，您来了。莹莹姐她去给病人换药了，您先进来等会儿她吧。吃饭了吗？没吃。还是吃点吧。没胃口。莹莹姐，您这都3天没合眼了，要不您去休息室去休息会儿吧，这有我呢。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胸闷。是啊，莹莹姐，今天晚上病人不多，您就去休息吧。姐，这交给我吧，您快去休息会儿吧。给我吧。那辛苦你们了。没事儿，放心吧。3床的病人注意一下啊。好的。王站长，你快去陪陪莹莹姐。辛苦了。没事儿。刘局，你看，王良下午6点21进入医院大门，6点29出现在护士站，6点35和刘英一起去了走廊尽头的护士休息室。两人一直在休息室待到9点40分，之后王良自行离开，刘英则是一直还待在那儿。期间有那个同事去看我们，的确他一直在那儿，直到早上6点，刘英交班。然后就是我们寻找刘三成的电话打到他手机上。刘英对案发当晚他跟刘三成通那么长时间电话有什么解释？他说自从孩子死后，他很伤心，一度也不想活了。和刘三成通电话呢，也是诉说自己的心事。刘三成在电话里安慰他一番，他最后答应父亲说好好活着。只不过他没想到，他父亲仍然不放心，在那之后自行出了门。但是从实际上来看，他和刘三成通电话的时候，应该和王良在一起。公交站有什么线索吗？现场证据全没了。2年前他们安过一摄像头，结果1年多坏了，后来也没修。那就公交站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事发以后，我们对供热站3个工人的血液进行了测验，测验结果显示，他们3个人的血液中都含有大量的巴比妥成分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他们3个人一直在昏睡的原因，就是安眠药成分。这就很有价值嘛。他们3人血液里边都有吗？我还特别查了一下王良的，结果3个人含量都差不多。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？那他们3个人当中，不可能有人把尸体背进锅炉。如果单纯从血液含量看的话，确实不可能，但是还有别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事发以后，我们还询问了另外2个工人，看一下。他们说当晚的夜宵确实是王良带给他们的，分别是猪头肉和半只烧鸡。从视频里边也可以看出来，王良从进医院到离开医院手里都提着2个塑料袋，而且他跟刘莹进了护士站休息室以后，这2个塑料袋就放在护士站的桌子上。吃完宵夜以后，他们把塑料袋还有一次性的筷子都扔到锅炉里烧了，喝啤酒的杯子也都洗过了。虽然我们没有在这个啤酒杯上提取到药物的成分，但可以证明的是，他们吃的饭确实是王良带给他们的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有点可疑，就是您看，我觉得王良是非常刻意的把那2个塑料袋放在了监控探头的下面。是有点刻意，不过这个宵夜他自己不也吃了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凶手的安排，让王良给工人服药，创造一个塞尸体的机会。这凶手是谁呢？刘莹莹。不太可能吧？首先，刘三成
是刘莹的亲生父亲。再说了，刘三成140多斤呢，刘莹是个小石板，能背动吗？这么说，这案子中还有别人？开始我也觉得刘莹莹不可能涉案，但现在王良是最大的嫌疑人，刘莹莹给王良做过不在场证明，那刘莹就是有可能涉案。罗姐，哎，王良带来了。哦。小李吃完了吗？跟我走。哎，王良，坐坐坐。那个，麻烦你过来跑一趟啊。家里这2天事儿挺多吧？罗姐，你们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叫我罗警官吧。王良，哎，你把3月20号当天你的行程跟我们说一下，越仔细越好，别有任何遗漏啊。为什么要我说？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？就是走个程序，你不是都经历过2次了吗？8年前老陈不是也这样？这是为你好啊。说吧。那天我去山上买了块石板，想给多多立块碑。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陈警官，他就顺路把我捎回来了，还带我去孙警官那验了血，说要帮我找家人。从孙警官那出来以后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想着莹莹还没吃，就买了点熟货去医院找她，但她还是吃不下。她的同事看到以后，就让我们去护士休息站去休息，一直到9点多，我看她好点了，就先走了。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刘莹莹给刘三成打过一个电话吧？打过。都说什么了？莹莹特别难过，但我这个人嘴比较笨，我不知道怎么劝。然后你又给他打了个电话吧？对。你跟刘三成是什么关系？义父。没这么简单吧？陆警官。你是多多的爸爸，这跟我师父死有什么关系啊？问你问题你就回答。多多是我犯的一个错误。当时我跟我姐都还年轻，我们一下子没把持住，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师父，特别对不起莹莹。那个时候他才刚收我为义子，我竟然……你对刘三成的死怎么看？我师父从小就对我很好，他甚至比我亲爹还要亲。我是他养大的，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他这辈子跟别人无冤无仇的，怎么就……而且我昨天明明就在站里面，那个人几乎就是当着我的面把他给害了。我一想到这，我就……罗警官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，求求你们一定要把我抓到凶手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一定要把我抓到凶手。那天你几点到的医院？6点啊。几点离开的？9点多。是你先给刘三成打的电话，还是刘莹莹先打的？
罗警官过来了。啊，再过来看看。啊，我们有一个同事在里面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对。回来了。嗯。聊聊。行。你怀疑刘莹莹是有道理的。现在我也觉得刘莹莹有可能涉案。如果是王良投的药，最有可能帮他的人就是刘莹莹。首先，王良和刘莹莹的关系，还有就是刘莹在医院工作，拿到镇静类的药是非常容易的。还有你看啊，王良把2袋熟食放在了这个地方，正好在监控的下面，我们都觉得挺刻意的。而且这2袋熟食一直没有人动过。但是如果是刘莹莹给他的药，王良在回供热站的路上把这个药投进去，是很容易的。但现在就算是这样，还是解决不了到底是谁杀了刘三成这个问题。案发当晚，刘三成是8点钟消失在了没有监控的区域，然后就再没出现过。这个时间段，王良和刘莹莹在一起，在医院的护士站休息室。王良是大约9点40左右离开的医院，10点多一点到了供热站。医院到供热站正好是5公里，所以他骑着摩托车，时间对得上。可是刘三成8点到10点这个时间，他去哪儿了？他总不能在路上等着被杀吧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第3个人，和刘莹莹、王良一起。刘莹莹、王良负责投药，那个人在中途杀了刘三成，然后在凌晨3点大家熟睡的时候，把尸体塞进了锅炉。你觉得呢？啊？有可能啊。王良跟2个工友吃下了药的夜宵，11点多就熟睡了。那个凶手为啥在凌晨3点多钟把刘三成塞到炉子里了？这个我们也没想到呢。陈江河，你办的不是案子，你办的是人家的人生。要不是复查这个案子，我很有可能干一辈子警察，都他妈搞清不清楚这2句话。我去了趟洛车，发现什么了？见刘三成的岳母，刘莹莹的姥姥。刘三成死了老婆之后啊，就再也没娶女人。当时刘莹莹8岁，他的弟弟刘大志6岁。家里唯一的女人就是刘莹莹了，8岁就开始又当母亲，又当女儿，还当姐姐，照顾爸爸，照顾弟弟，料理家务。学习成绩一直还很好。他咋做到的？咋做到的？哎，赵护士在呢。在呢，有事。警察同志过来看看。行，让他们看。行，同志你们看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小小的窗户，通向外面。哎呀，
也就是说，两个人都有可能从这儿爬下来，都涉案了。我还是不相信刘莹会弑父。咋不信啊？我6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去世了，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没有爸爸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我有一个哥哥，大我5岁的哥哥。我从小是在我哥哥背上长大的，所以我很清楚这种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。亲人的纽带是很紧密的。我也不愿意相信。厕所。哎，刘局，哎，刘局，是位大妈，早上起来看到家门口停这么一辆车，一时起了贪念，就把车给停到自己家院子里了。后来看到咱们贴的那个告示，就赶快又给送回来了。大妈家住哪儿？拐脖子胡同，孤儿院附近。去送钱。行。凶手为啥凌晨3点就把尸体塞到炉子里啊？有没有可能是他先把尸体藏在了别处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把尸体搬进来？刘三成是8点钟消失。假设这个时间他被杀害，那凶手搬尸体、藏尸体，不更有暴露的风险吗？师傅，你们每次上完煤都要出炉渣吗？也不一定啊，一般我们上一次煤，出一次煤渣。为啥？要不然呀，下次上煤的时候，后渣箱都满了，我们清洁起来呀就更麻烦了。所以呀，我们在上煤的时候，就动手把它清了。要是不出炉渣会咋样？能咋样？被站长骂呗。后闸箱都堵住了，烧完的杂炭又下不来，又得回去重新烧一遍，这不是白烧吗？重新烧一遍，白烧。哎，我这脑子笨球子！你想明白什么了？我们那次的猪的实验，烧一圈掉下来需要4小时07分吧？对啊，对上了啊！按照工人的说法，每次上完煤顺便出炉渣。那天早上他们是5点钟上的煤，却没有出炉渣。如果这凶手是头一天11点钟或者12点钟把尸体塞到炉子里边，正常情况尸体就会出现在后渣箱里。如果工人正常出炉渣，就会发现刘三成的尸体
就像当年程春烧出个焦炭。所以凶手推迟了塞尸体的时间。就算是早上5点，工人正常出煤渣，尸体也还没转出来。这个凶手既熟悉工人的工作规程和锅炉的操作原理，还了解当年的事儿，所以他算出了凌晨3点是塞尸体的最佳时间。凶手是内部人。这个凶手厉害了。他早上5点钟把工人们叫起来，却没有提醒他们出炉渣，就是想让尸体多烧一圈，想彻底烧毁尸体。他也服药了，也睡死了。哎，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。他的血液里还含有高浓度的巴比妥成分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保持清醒啊！前天我们在院子里等那个猪掉下来，他端着茶杯问我们喝不喝茶，喝不喝茶。我发现他的右手上有一个深深的牙印。他算好了一切，就是没有算到我们突然来做猪的试验。就得谢谢你啊，让我们确定了嫌疑人。是吗？是啊。那刘莹莹呢？他们俩谁是主犯？不确定。弑父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喂，陈哥，陈帅银行卡使用记录查到了。哎，好。奇怪了，除了最后一笔取款金额和之前陷害丁宝元的那笔对得上，其他几笔为什么都在省城呢？分别是02年的3月跟9月，03年的3月跟9月，连续2年，时间一致，取款金额也都是3600多一点。这不可能是巧合吧？有没有可能是程春去省城上货了？上货为什么非要去省城？而且取款金额一致，时间固定。哎，陈哥，你去哪儿？苏大妹。啊，小陈儿。哎，找你聊2句。啊，好，那我下去啊。小时候叫刘大福，现在叫刘大志。那个大福是他爹给起的，那个大志啊是他出去以后自己取的。要说这个刘三成的儿子啊，那人家是真是有出息，人家在省城的大银行里工作，听说还是个头头呢。哎呀，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呢。宋大妈，你说咱们这地方这么小，出个大学生不容易，一家出2大学生，太骄傲了啊！哎呦，那可不嘛！哎，你说小时候啊，他们家条件不好，那姐弟俩是比同龄的孩子晚了2年上学，可人家一进校啊，那成绩是一个赛一个。你看结果，俩都考上省城了。那鲁大志参加工作之后回来过没有？哪回来过呀？听说他在省城啊找了个大干部的闺女。可人家结婚都没有请他爹过去。是啊。后来生了儿子，说回来探家。你不是看见刘三成那车了吗？贴的那个画。那就是给他孙子准备的。结果白贴了，人家压根儿就没回来。哎呀，人头狗头都没伸一伸。上大学的时候回来过没有？上大学的时候，好像回来过。陈警官，这个呢就是当年的花名册。那年呢也是我留校的第1年，担任他们班的辅导员。
我记得大志当时的入学成绩是很好的，他平时呢学习也特别刻苦，就是不太爱说话。徐老师，你还记得02年每个学期的学费是多少？这个要看是什么专业了，就大致读的这个金融学专业吧。一学期大概是3600多，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能不能帮我复印？哎，可以的，谢谢。来，好，没事儿。通过我们对丁宝元案的自查，确实发现了很多的疑点。丁宝元不可能是凶手。由于我们前期工作不够仔细，产生了错案。接下来我们会进行认真的检讨。你们在复查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地方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小罗，把我们整理好的材料交给检察院的同志。公安的同志把工作已经做到了前面，这样呢，就大大的节省了时间。我们回去啊，一定认真的研究这份材料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做进一步的复查。如果是错案的话，我们一定本着错案必究的精神，调查到底。检察官同志吧，哎，你好，我陈江河，辛苦了啊。8年前我参与过丁宝元的这个案子，现在正在配合复查。我是想说，当年啊，我们那个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不同种方向，主要是当时丁宝元突然跑了，抓到之后呢，他又主动供认他是自己是凶手，影响了我们的判断。老陈，陈警官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错案就是错案。我们没有追责的意思。如果一个案子最终变成了错案，那么我们公检法就都是责任的。现在是我们共同面对历史和事实的时候。是，我是要面对事实和历史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丁宝元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承认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那么你说说，当初丁宝元主动认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王姐，这个事儿我们也发现了有些疑点，所以都写在案卷里了。回去啊，我把这个事情给你好好的解释。说啥呀？原因要找吗？这不是找原因的吗？你想干啥呢，陈江河？我干啥了？来了些人给你激动的上蹿下跳了呢，你给人服我咋了呢？我胡说啥了？你说啥了？哎，你跟人家检察院的人服我啥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服啥呀？我服找证据，你咋了？哎，人家以为我们集群逼供丁宝元了，知不知道？他们这么认为吗？
你以为呢？哎，你是个勺子吗？刘局，王老师来了。哎呦，请进。王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王老师好。哎呀，忙呢？哎，不忙，我们俩聊天呢。师傅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那个，我想找江河，江河做。你上次问我，说老葛对哪个案子心里放不下，我跟你说的是供热站的那个，记得吧？记得。我现在想起来了。当时案发的时候，老葛雇了个车，拉了一车煤渣回来，就放在楼下的储藏室。下了班没事的时候，他就在那筛那些煤渣。哎，邻居跟我说，你们家老葛能过，想从煤渣里筛这些煤来自己用，捡小便宜儿。我知道他那是闹心，他就想从那些渣子里筛出些什么来。筛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他筛什么呀？后来没筛完，不就出事儿了？哎，老葛这人，这辈子也没什么本事，就给他一个字：轴啊！走了一辈子。那个，听说检察院的人下来了。对，一年下来好几次，正常的交接工作。那么说，这个案子到底是错了？老葛干了一辈子公安，老了倒下之前，还办了个错案。不，师娘不是这样。哎，这个案子呀，跟师傅没什么关系。当年我们办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们一大堆人都认为这个案子已经是铁案了，可以结了。只有师傅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蹊跷，他觉得肯定还有线索，就一直查，查到所有证据都没有了再出现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放弃。这个案子跟师傅有啥关系？老葛要是有知觉，他不会这么说。错了，就是错了。你们忙，我先回啊。师娘，我送你。哎，留步，忙工作要紧，辛苦啊。唱歌有35位，唱歌的是，跳舞的几位？谁呀？谁呀？罗英伟。呀，罗警官哦，罗妹子你好，这位是我同事。啊，进来，请进。打扰了啊。哎呀，不打扰，坐，随便坐。坐沙发啊，随便坐，别客气。不客气了啊。喝点什么？给你泡点茶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带水了。出门还自己带水啊？那我就不泡了啊。别麻烦了，自己在家拿。乔乔和壮壮在里屋睡觉呢。嚯，这白天还睡呢？哎呀，他们这个作家作息时间太不规律了，都是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。哎，他最近又有一部小说在网上连载了，每天要写5000字啊！我发现这个文化人也不容易，比那种地的都辛苦啊！哎，他那个小说叫《为爱痴狂》，你们看了吗？可火了。我今天啊，不是来跟你唠家常的，我呢是来跟你说一件别的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们陈警官啊，之前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推断。他说丁宝元当年是替人顶罪才蹲的监狱。我呢，当时还真没细想，后来我想了一下，
替你顶的罪吧？罗妹子啊，你这怎么说呢？他为什么要替我顶罪啊？我又没犯法。你看，我就帮你分析一下。供热站案发之前，你跟那个乔乔就好上了吧？而且你还想把丁宝元的财产占为己有，所以呢，你就陷害了丁宝元。这个理由充分吗？罗妹子啊，罗警官，行，罗警官，你应该去当作家，当不了。别客气，你可真能编故事，编得还真好。但我就在想，丁宝元这么大个人了，他又不是个傻子，我说我杀人了，他就能信吗？工人站案发当晚，只有丁宝元、刘三成师徒3个人当班。我呢，后来查了一下你的户籍资料，你跟王良都是洛城人吧？嗯，所以你找王良帮你撒了谎。当然，这些也都是我的分析，希望它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孙彩云，你涉嫌妨害公务罪。罗警官，你们的办案流程，我还是有点了解的。当时是因为丁宝元他突然跑了，所以警察才把我带回去问话。如果我真的犯了你说的那个什么妨害公务罪，对，我要真犯了那个罪，咱俩也不可能坐在这儿聊天，对吧？我在想，你们也应该重新提审过丁宝元了吧？他怎么说的呀？他说他没罪。他有没有罪，你心里最清楚吧？你也知道，我们现在在复查丁宝元的案子。如果丁宝元真的出来了，你得好好想想，你怎么跟他交代呀？我的名片你还有吧？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。今天就先走了。哎，罗妹子，你等一下，那个上回你给我那个名片，我就不小心不知道扔哪儿去了，你再给我留个电话。你电话我有，小李，把你电话也留一下。好。这是我电话，如果您之后想起重要的信息，您就联系我。谢谢啊，别怕麻烦啊，打给我。好，走了。好，来，我送送你们。哦，不用。走了，慢点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罗姐，您刚才跟孙彩云说那些猜测是真的假的？这什么逻辑啊？太匪夷所思了。孙彩云的逻辑，咱们现在拿王良没办法，也找不到什么突破口，所以今天来孙彩云这儿看看，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王良就跟8年前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，这也是我的推断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出事儿了！赶紧收拾东西。这儿不能住了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丁宝元要回来了，壮壮，快起床！丁宝元，壮壮，来，这么说，上面有人给他平反了。说的就是啊，你说他命多好啊！是啊，哎，你知道吧？他得赔好多钱呢。哎呦，你说什么？国家赔偿啊！8年，他蹲了8年，这得赔多少钱？打手，这得赔100-200万啊！多少？100-200万啊！海源，上车啊！
乔乔，下来。哎，这8、9年了，你算过账没有？你赚了多少钱啊？啥意思啊？你什么时候才开始赚钱啊？彩云，谈钱就俗了啊！谈钱俗吗？没钱能干什么呀？文学是圣洁的啊，有些人是为了物质而活，为了什么名啊、利啊，在生活中拼。咱们是为了精神而活。小彩云，文学呀，是我们2个的救赎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啊。要不然，这8、9年，我自费帮你出书，还帮你买点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总得图点什么吧？彩云，我对你的爱，你难道还觉得不满足吗？太满足了。乔乔，你知道我是最爱你的、最疼你的，对吧？对。要不然我这8、9年也不会连人带钱全都给你。对。我一心就想着，有朝一日，你能带着我和壮壮到大城市去扬名立万。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啊？会有那么一天的啊，彩云啊，你趴在我肩上的时候啊，是我最爱你的时候。我能觉得我的灵魂在摇摆，我能感觉到我又有灵感了。我也有灵感了。你说丁宝元出来，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又不是我们抓的他，对吧？谁抓的他，让他找谁去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走呢？咱不走了。不走了？哎，那他知道咱俩骗他啊？他知道咱俩的关系，他出来能放过我吗？他怎么可能知道呢？他在里面关了8年，我每个月都去看他。再说了，坐8年牢，他早就坐傻了，能知道吃喝就不错了。咱们到时候想办法把100-200万搞到手，咱不能走。不走了？那我们4个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写书写傻了？我和壮壮留下来，你先回家不就好了？我现在哪还有家？我老房子早拆了，我去哪儿啊？你可以先回你姐姐家呀，到时候咱俩再慢慢商量，怎么把这100-200万搞到手。你先去等我啊，最近咱俩不能见面了，听到没？赶紧走。来。那我跟孩子说句话啊。爸爸，孩子，过几天呢，你监狱里那个叔叔啊，会来咱们家住，你呢，就管他叫爸爸，记住了吗？我不。乖啊，千万别忘了。哦。